1年前，北仓内乱，北仓储君萧劲已与大夏结盟，助大夏平定西戎边患为筹码，求我和亲。如今他刚借我大夏兵扫平内乱，就妄图让别人取代我。萧劲从前可是北仓的正统储君，如今竟为了我朝公主能下嫁于他卑微至此。往年北仓仗着兵强马混，哪一个入朝不是目中无人？听说北仓如今是萧劲的王叔掌权，连兵权也被宗室瓜分，部族内乱不休，北仓正统皇族早已被架空。北仓太子萧劲恳请陛下赐公主下嫁，若能借大夏势力扫清内乱，北仓皇族愿永世与大夏交好，助大夏抵御异国侵扰。直辖是朕心尖上的公主，朕绝不会送她远赴北仓和亲。父王，儿臣自愿和亲，还望父王成全。知夏，莫要胡闹！父皇，儿臣不是胡闹。这几年西戎时常派人骚扰边关百姓，朝中每年都要派大量兵马镇压。若能和北仓结盟，西戎也会有所忌惮。这样一来，边关百姓也可安稳度日。更何况北仓盛产粮具，儿臣若嫁过去，开通两国互市，更好能补齐大夏骑兵短板。知夏，从前是朕小看了你，放手去做吧。北仓太子，本宫可以答应下嫁于你，但本宫有3个条件。公主请讲。其一，他日你登基，我所生嫡子必须为北仓储君。其二，你不得做出任何损害大夏利益之事。其三，北仓与别国结盟前需得到本宫的同意，否则便视为违反约定。臣悉数记下，定恪守承诺。违约3次，两国和亲盟约即刻作废。太子可有异议？当年他躬身央运，眉眼正准，我竟真以为寻到一位懂边界、守承诺的盟友。可今日这场庆功宴，他竟然让一个西戎舞姬坐在我的位置上。那是太子妃的正座，她一个西戎舞女怎敢坐上去？殿下都没发话，我们做下属的何必多嘴惹祸？殿下，这道菜是我亲手烹制的，您快尝尝滋味。胡闹！此乃太子妃专属座位，岂是你能随意落座的？太子妃娘娘还没来，我先替殿下暖一暖座位而已，又有什么干系？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殿下，不如与我共饮一杯交杯酒。太子妃娘娘到！参见太子妃娘娘。阿离见过太子妃娘娘。她是谁？西戎进贡的舞姬，今日是咱们终于扫清内乱的庆功宴，故特意留她跳舞助兴。西戎的舞姬。太子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宫的位置也是你一个卑贱舞姬能坐的。他初入进宫不懂规矩，只是一时好奇，你何必这般动怒？好奇？东宫尊卑礼制刻在明面上，他这样明晃晃地坐在我的位置上，是要告诉全天下人，西戎的舞姬可以与我大夏公主平起平坐吗？萧劲，你不只是北仓的主君，还是我大夏的驸马。你纵容西戎的人冒犯我的身份，莫非忘了跪着求娶我时的诺言？不过一个座位小事，你何必当众揪着不放？来人，在，把这不知尊卑规矩的东西拖下去，杖责20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奴婢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殿下救我！今日文武百官尽数在场，庆功宴上当众杖责，未免太过难看，不如暂且饶他一回。你纵容一个舞姬僭越，漠视东宫礼法，萧劲，这是你第一次违约，我记下。还不动手？是。殿下，诸位不必拘束，继续宴饮。太子妃，好大的威风！殿下过奖，臣妾是太子妃，教下面的人懂规矩是臣妾的本分。规矩？太子规矩是让当着姑部下的面打姑的人，让姑颜面扫地。殿下若真看重颜面，就该管好自己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这里带。太子妃娘娘息怒，太子殿下回头一定会好好责罚那阿离的。殿下，您看是不是给太子妃娘娘赔个不是？今日之事，是姑失察，往后定当约束下人，不让太子妃再反心。3次机会，殿下还剩2次，好好珍惜。姑记下了。诸位将军都是北仓勇士，此番助太子扫平内乱，本宫谢过诸位。来，不言辞辈。
是姑连累了你。阿离知道殿下是身不由己，阿离不怪你。但阿离实在心疼殿下，太子妃一个来和亲的公主，敢在殿下面前这样造次，分明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够了，殿下，难道您要一辈子受制于人吗？阿离听说他给您定了3次机会，恕阿离直言，他这是把殿下当做大夏皇室的下人了，能挑拨萧敬和沈之月的关系。我这顿板子也算不白。等北仓和大夏的盟约作废，我西戎就能逐个击破。殿下息怒，眼下您虽说坐稳了储君之位，但咱们还要靠太子妃娘娘的势力夺回分散在外的实权。你的说对，宗族的那些老东西个个虎视眈眈，没有大夏的支持，姑恐怕连北仓的王庭都进不去。殿下，其实也不是只有大夏一条路。你什么意思？西戎大王一直很欣赏殿下的才干，若是殿下愿意与西戎结盟，西戎的骑兵愿助殿下一臂之力。胡说八道！殿下跟大夏的盟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不得私自与别国结盟。若殿下此刻反水，让天下人怎么看？更何况，你不过一介武姬，怎敢妄言西戎内政？看好他，别让他出去惹事。是，殿下。沈之夏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不给姑面子，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这东宫的主人。殿下，战马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按约该送大夏3000两具，但今年草场受灾，如果战马按照公约数量上交，我北仓1000名骑兵就只能用次等战马。对大夏只交2000两具，再用1000次等战马充数。殿下不可！以次充好，乃是实打实的毁盟重罪。一旦败露，两国盟约可能直接作废。到时我北仓若落得个不守信用的头衔，还如何服众？慌什么？此事只有你我2人知晓，管住你的嘴，何来泄露一说？殿下自有全盘考量，你只管遵令行事。如今我坐稳了北仓储君的位置，把战马利用起来，扩充东宫的势力，就能自己夺回王权，彻底摆脱沈之夏的牵制。娘娘，大夏那边传信，战马到了，可有问题。本应是3000匹良驹，送过去却变成了2000匹良驹和1000匹次等战马。北仓那边说草场遭了灾，只能给这些。边军的人怎么说？边军刘副将已经在外面候着了，说要亲自跟娘娘禀报。传。末将参见太子妃娘娘。起来说话。战马到底怎么回事？回娘娘，北仓送来的战马至少有1000匹次等马，其中还有不少病马，根本上不了战场。末将派人暗中查了，北仓那边最近在秘密扩编私兵，是东宫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萧劲把本该给大夏的优质战马截下来扩成自己的私兵了？末将不敢妄断，但种种迹象确实。你先回去，继续盯着北仓这边的动静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报给本宫。末将遵命。娘娘，太子也太胆大包天了，竟敢私扣盟约战马。本宫看他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上一次是内宅僭越，这一次是私扣物资，暗损大夏利益，正好踩中了本宫的第2条底线。娘娘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要不要直接禀报陛下？不必，这点小事用不着父皇出手。传本宫令，即日起按谋约对等比例削减给北仓的粮草供应30%，铁器盐茶同步削减。娘娘，削减30%，那北仓这边他扣1000匹战马，本宫就扣30%粮草。他怎么来的，本宫怎么还回去。另外，关闭雁门、云中2处边境护市口岸，只保留上古1处民生护市，铁器军械一律不准出关。娘娘，关护市会不会闹得太大了？太子殿下好歹是您的夫婿，万一闹僵了……我与他只是盟友，他萧毅敢私扣战马，就该想到有今天，立刻派人送往边境。另外，把北仓战马短缺的事拟个折子，抄送到北仓内阁和兵部，就说北仓草场遭灾，战马不足，本宫体恤北仓难处，主动削减粮草供应，共度难关。娘娘高明，这样一来，就算北仓这边想闹也没话说，毕竟是他们先少了战马的。萧劲想跟我玩手段，他还嫩了点。去，给萧劲带个话，就说第2次了，让他好自为之。是，
奴婢这就去。殿下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皇上，天塌下来了！大夏那边削减了咱们的粮草供应30%，整整30%啊！你说什么？不仅是粮草、铁器、盐茶全减了30%，还有雁门和云中的护士也关了。沈之夏，他怎么敢！殿下，太子妃那边已经发了正式文书，说什么体恤北仓草场遭灾，战马不足，所以对等削减粮草，共度难关。好一个共度难关！他这是把郭的话原封不动的还回来了。殿下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边境传来消息，大夏关闭护市后，北仓的商队全被拦了回来，诸位老王爷都炸了锅，说殿下不配做北仓储君。那群老东西！殿下，诸位老王爷让您尽快给个说法，这粮草削减30%，咱们北仓冬天怕是要饿死人呐！饿死人？去年的存粮呢？都喂狗了？去年的存粮，去年冬天雪大也用了不少，再加上今年扩军。你先回去，告诉郭的那些王叔，郭会解决这件事，不劳他们费心。是。殿下，您看，要不咱们把战马补上？补上？孤费了那么大劲截下来的战马，说补就补？那孤的私兵怎么办？可是殿下，不补的话，太子妃那边沈之夏好狠的手段，她一个女人，怎么敢说关护食就关护食？就不怕大夏皇帝怪罪？殿下切莫低估太子妃。据属下查到的，太子妃在和亲之前就已经开始参与政事，和亲后大夏皇帝更是让太子妃自行决定边境调度、商贸处置之事。胡闹！她既然嫁给郭，就该以北仓利益为重，随郭去找她。叫太子妃出来，立刻重开边境护市，恢复供给北仓的粮草。外面吵什么呢？娘娘，是太子。太子妃，立刻重开边境护市，恢复供给北仓的粮草。想恢复粮草与护兽也简单，你在殿外时接贵族3个时辰，时辰一到，边关禁令即刻撤销。休想！我绝不可能给你下跪。跪不跪随你，边境护树也看你表现。沈之夏，你疯了！孤是北仓储君，你让孤在东宫当众跪3个时辰。殿下慎言，咱们是来恢复护市的，冲撞太子妃得不偿失。当初是你私扣约定贡马，断贸减粮只是对等制衡。太子殿下，再一味僵持拖延，北仓粮草短缺，宗室王叔必然借机发难。到时候，你这好不容易抢回来的太子之位，还能不能保得住？好一个大夏嫡公主！今日之辱，孤来日必报。天哪，太子殿下真的跪了3个时辰，可不是吗？咱们公主可真是厉害。我看啊，太子殿下也是活该，谁让他私扣战马，还纵容那个5级僭越。该死的沈之夏，如果不是为了北仓的粮草和护市，我今日非要给你剥皮抽筋不可。太子殿下，娘娘请您进去。滚开！太子妃，殿下可知错？战马的事，是孤管教不严，下属办事不力，私扣了战马。孤已经惩罚了下面的人。下属办事不力，殿下倒是会推得一干二净。之夏，行了，本宫不想听这些废话。战马的事，本宫可以不追究。粮草和护市，下个月也可以恢复。但是，萧姬，你记住，
这是你第2次越界，你只剩最后一次机会，再有第3次，让本宫发现你触碰底线，盟约作废，你我恩断义绝。到时候别说粮草和互伤，就是你能不能站在这东宫里，可都不好说了。好，姑记下了。记下就好，便回去吧，本宫累了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殿下，您怎么了？膝盖疼不疼？快坐下，阿丽给您上药。3个时辰，他让姑在殿外跪了3个时辰，当着那么多宫人的面。殿下，您受苦了。姑是北仓的太子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？他沈之夏算什么东西？不就是仗着大夏在背后撑腰吗？等姑夺回了北仓实权，等姑有了自己的势力，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殿下，消消气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得。殿下，西戎那边……闭嘴，滚出去！是。你先去探探西戎那边的口风，记住，要隐秘，绝不能让大夏的人发现。殿下不可听这5句的胡言。去，按姑说的做。是。沈之夏，这都是你逼的。静儿，母后问你，战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后，就是下属办事不力，出了点差错，儿臣已经责罚过了。差错？什么差错？能差出1000匹优质战马？你当母后是老糊涂了？你私扣战马，扩充私兵，以为能瞒得住谁？静儿，听母后一句劝，跟太子妃好好相处。你那些小动作，他看得一清二楚。他不发作，是给2国留着颜面。母后，儿臣好歹是北仓储君，怎能一直受大夏牵制？静儿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大夏不是好惹的，你跟之夏好好过日子，2族盟约稳固，对你夺回北仓实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母后，您说的这些儿臣都知道，可是沈之夏让儿臣在殿外跪了3个时辰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儿臣的脸都丢尽了。他没直接禀报大夏皇帝，说我北仓违反盟约，不守信用，已经是给你留面子。母后，您怎么还帮着他说话？静儿，你太急了，想夺回权没错，但不能用错了方法。你若一意孤行，得罪了大夏，母后也保不住你。大夏骑兵示弱，真打起来，我北仓也不怕。母后，你管好你的后宫就行了，我自有安排。殿下，人带来了。你是西戎王派来的？在下西戎左贤王帐下谋士，见过北仓太子。说吧，你们大王想跟姑谈什么？我王愿与殿下联手对抗大夏，赠予3000精锐，10万石粮草，助您夺回北仓王位。如今您身居大夏，处处受太子妃管束，结盟便能与大夏平起平坐。条件呢？你们大王想要什么？只需割让大夏西侧3座城池，那本就是西柔旧土。联手攻下后，城池归我王，王位归殿下，两全其美。让姑想想，结盟便是通敌，败露性命难保，可一味受制于沈之夏也不是办法。殿下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您现在犹豫，等太子妃发现了您的心思，先下手为强，您可就……好，姑答应你，
殿下不必多言，孤意已决。但我有3条要求：其一，结盟之事严守秘密，泄密唯你们问罪；其二，兵马粮草3月之内必须全数送到，逾期盟约作废；第三，此事不许告知阿丽。殿下放心，阿丽不过是我西戎送来的棋子，绝不会知晓内情。有了西戎支持，孤坐上北仓王位指日可待。到时孤定要让沈之夏像狗一样跪在孤面前求饶。殿下，好消息！说，西戎那边的第一批粮草和军械已经全部入营了，还有500匹战马也一并送到了。哦，这么快？走，去私兵营看看。是。殿下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咱们劫的那批大夏商队，被边军发现了。说什么？就是前几天，咱们的人假扮马匪劫了那支大夏商队，本来做得干干净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被边军查到了线索，一路追加到了咱们私兵营附近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孤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要干净，要干净！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！殿下恕罪，是兄弟们大意了。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要是被边军查到咱们头上，那私扣战马劫商队的事可就全暴露了。慌什么？不过是一支商队，算得了什么？殿下，那不是普通商队，那是给边境守军送棉衣的官商，劫了官商，那可是死罪。当时只想着给大夏找点麻烦，顺便给私兵营添些物资，没想到……殿下，人证物证都处理干净了吗？人都处理了，但是有几个跑掉的，被边军抓了活口。跑了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连几个商人都看不住！是属下失职。走，回去再说。劫了大夏的官商，有意思。看来太子殿下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胆。娘娘，末将已经审过那几个活口了，他们招供是北仓王子的私兵假扮马贼，劫了咱们的商队。有证据吗？人证物证都有，那几个被抓下来的活口身上都有东宫的腰牌。好啊，萧瑾真是越来越大胆。娘娘，您看这事要不要禀报陛下？劫了官商可不是小事。不急，一支商队而已，还不值得惊动我父皇。可是，放心吧，本宫有分寸。你回去继续盯着北仓私兵营的动静。另外，西戎那边的边境也要加强戒备。末将遵命。娘娘，这北仓太子也太无法无天了，私扣战马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敢劫官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还不得勾结西戎，是吗？娘娘，他已经在做了。暗卫来报，西戎的使者最近频繁出入北仓私兵营，萧劲跟西戎私下已经勾结在一起了。什么？娘娘，那咱们还等什么？直接拿下他啊！他是大夏的驸马，又是北仓太子，没有实打实的通敌证据，怎么定他的罪？可是娘娘，等他真的跟西戎勾结上了，那就晚了。无妨，本宫要的是他意欲勾结西戎，对我大夏不利，擅自撕毁盟约的实证。娘娘的意思是，他不是想跟西戎结盟吗？等他把盟约签了，把西戎的人接进来了，人赃并获，大夏就能顺理成章出兵北仓。娘娘，这也太险了吧！万一西戎和北仓联合起来反扑怎么办？本宫和亲这一年早就借护市之变补齐了骑兵短板，边关粮仓也囤得满满当当，大夏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。他萧绎若真想联合西戎撕毁盟约，正好给了大夏出师的由头。3次机会，他已经用了2次，这第3次，本宫要让他万劫不复。这第3次，本宫要让他万劫不复。太子妃殿下，来年增调500匹战马的章程
请二位过目。草场受灾，北仓无多余马匹，此事不必再谈。殿下是打算违背盟约？并非违约，实在无力供给。无力，私扣1000匹良马，扩充私兵，也好意思说缺马？静儿，此话当真？沈之下，你休得污蔑！污蔑，那便让人证上来。你派人伪装马匪，劫掠大夏御民医商队，这笔账一并清算。劫掠官商乃是重罪，殿下怎能肆意妄为？纯属捏造！小人认罪，劫杀商队全是王子授意。林策副将传令，要派为证。孽障，你当真糊涂至极！这般行事，置夏末调阅于不顾，殿下行事荒唐，后患无穷。私藏战马，劫掠商队尚不足，你最大的罪责是私通西儒，密谋瓜分大夏3座边城。你胡说！我从未做过的事，绝不承认。通敌可是灭族大罪，不可乱言。你胡说！我从未做过的事，绝不承认。通敌可是灭族大罪，不可乱言。公主，若无实证，万万不可轻言。待西戎使者。是北仓皇子主动联络我主，定下联手罚下密约，你早就全部知晓。自你第一次私会西戎使者，我便一清二楚。初次越界，纵容姬妾僭越敌礼，我选择隐忍体体；二次越界，私扣盟约战马，我罚你长跪，削减粮草集市，给足你悔改之期。3次越界，劫掠官商，勾结外敌，通敌叛国。3次机会，你尽数挥霍干净，情分盟约今日全部断绝。此后大夏与北仓再无姻亲。太子妃，静儿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同诸位王叔严加管教，你切莫就此决裂回国。北仓王后不必多劝，证据确凿。我身为大夏嫡公主，不能坐视国土危难。今日整顿行装，明日即刻启程返回大夏面圣。臣马上调配护卫，清点辎重，护送公主。臣等随行护驾，一路保公主平安。我等宗属即刻断绝与西戎往来，管束各部兵马，绝不挑起战事。此事皆王子一人之过，我等无意与大夏为敌，还望公主回国后据实分辨。宗族安分守己，大夏不会牵连无辜。但若有人追随宵禁通敌，大夏绝不姑息。即刻封存东宫大夏物资，召回北仓境内大夏官吏，边境3军进入1级战备，严防异动。臣等遵令。老板，怎么又涨价了？昨天还是300文1斗，今天就400了，你们这是趁火打劫！我也没办法呀，大夏断了粮道，库存就这么点儿，卖完就没了。嫌贵你别买，后面还有人等着呢。给我来2斗，快一点！谁干大事？想去大牢里做做什么？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好好的联姻，非要搞成这样。王子殿下也太任性了，得罪谁不好，得罪大夏公主。可不是嘛，以前有护市的时候，柴米油盐都便宜，现在倒好，什么都涨。再这么下去，冬天都熬不过去。娘娘，街上都乱套了，粮价涨了快1倍，好多百姓都买不上粮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要出乱子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静儿太急功近利了，大夏哪里是那么好拿捏的？娘娘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东宫，趁现在还有转圜的余地，赶紧跟公主赔罪，把盟约续上，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母后怎么来了？母后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北仓就要被你折腾没了。街上粮价飞涨，民怨沸腾，各部族人心浮动。你打算就这么硬扛下去？母后多虑了，不过是暂时的困难，等西戎的粮草到了，自然就稳了。西戎，你还敢跟西戎来往？静儿，你醒醒，西戎是什么人？他们狼子野心，跟他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母后，儿臣心里有数，大夏步步紧逼，不找西戎借力，难道坐以待毙？借力？人家是要你割让3座城池，你这是拿北仓的国土换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。母后就别管了，儿臣是北仓储君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储君？你就是这样当储君的？为了跟一个女人置气，把全族百姓的生计都搭进去。静儿，去跟知夏赔个不是，把战马补上，护市重开，这不丢人。儿臣不去，要去您自己去，反正儿臣没错。你真是冥顽不灵，等老可汗回来，看你怎么交代。静儿，母后最后劝你一次，沈之夏不是你能拿捏的人，你再这么做下去，迟早把自己的后路全断了。听说他已经回大夏都城了，朝堂上的事儿你未必能赢。赢不赢，试过才知道。朝
朝堂那帮老臣收了我的金子，总不会办事不力。殿下，西戎使者回话说，第2批粮草下月就能到，让我们放心。另外，他们问你割让城池的盟约什么时候签？告诉他们，等朝堂风波过后再说。现在签了，万一走漏风声，我们就彻底被动了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楼可汗的銮驾已经到王城门口了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楼可汗的銮驾已经到王城门口了。公主，您刚回宫就马不停蹄的面见陛下，快歇歇吧。北仓那边的动静都查清楚了。回公主，查清楚了，萧劲派密使入京，买通了吏部张侍郎、御史刘大人等7名官员，让他们3日后在朝堂弹劾公主。什么？他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外邦，弹劾公主！意料之中，萧劲没别的本事，也就会搞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。除了张刘2人，他们还联络了另外5位官员，一共7人，准备联名上书，罪名是擅开边信、劳民伤财、恃宠而骄，有损国体。简直胡说八道！明明是萧逸先毁的约，怎么反倒成了公主的不是？堂上的老条向来只会看利益说话，拿了人家的金子，自然要替人家办事。公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再去跟陛下禀明详情？不用，陛下心里有数，本宫自己就能解决。把这几个人受贿的证据，还有他们跟北仓往来的密信都整理妥当，朝堂之上，本宫自有分寸。属下遵命。公主殿下，陛下口谕：3日后早朝，请公主列席，当堂回答朝臣奏造。陛下说，相信公主自有主张。劳烦公公回禀父皇，3日后，而且定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。慌什么？跳梁小丑而已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把朝堂里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清理干净。慌什么？跳梁小丑而已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把朝堂里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清理干净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讲。边境护市关闭多日，北仓民怨沸腾，边境摩擦不断。臣以为知下公主擅作主张关闭护市，削减粮草，乃是擅开边肆之举，与两国交好不利，搞于边境百姓不利。臣复议。知下公主身为和亲公主，当以两族和平为重，可她却因私怨刁难驸马，步步紧逼，搞得边境人心惶惶。此等行径有损我大夏皇家颜面。臣也复议，请陛下下旨，令公主即刻恢复护市，与北仓重修旧好，以安民心。哦，你们的意思是公主做错了？臣不敢，只是公主年轻气盛，行事难免有些冲动，应加以规劝，莫让小事酿成大祸。张侍郎这话，本宫就听不懂了。北仓私扣盟约战马1000匹，劫杀我大夏宋绵衣的官商，暗中勾结西戎，图谋不轨。这3件事，哪一件是小事？这都是一面之词。再说了，就算北仓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慢慢商议，何必直接关闭护市，殃及无辜百姓？无辜百姓？我大夏边境的将士冒着风雪守关，连过冬的棉衣都被劫杀，他们就不无辜？公主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护市一开，两族百姓都受益，您这么做，实在是因私废公。因私废公。本宫看是你们收了北仓的金子，替外人说话，才是因私废公吧？公主，你血口喷人，我们没有。这是从你们几人府中搜出的汇金，还有你们与北仓私通的密信。张侍郎、刘御史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混账，竟敢勾结外邦，收受贿赂，干涉朝政！陛下息怒，陛下饶命，臣是一时糊涂。陛下恕罪，是北仓的人引诱臣的，臣知错了。陛下，此7人身为朝廷命官，却收受敌国贿赂，构陷忠良，实为通敌谋私。臣请旨，以张刘2人为首的7名官员就地斩首，抄诺家产。准奏。来人，把这7个逆贼拖下去！公主殿下英明，早就看出那几个老东西心术不正，今日真是大快人心。殿下处置得当，既清了内奸，又镇了朝堂，边境有殿下坐镇，我们都放心。诸位大人客气了，大夏的安稳靠的不是本宫一个人，是诸位同心协力。公主，您太厉害了！刚才那一下，满朝文武都被镇住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敢乱说话了。这才只是开始。萧劲以为靠几个迂腐官员就能逼本宫低头，未免太天真了。传本宫令，
把今日朝堂之事拟成告示，发往边境各个口岸，让北仓的人也看看勾结外敌、收买朝臣是什么下场。另外，收拾行装，我们即刻返回边境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另外，收拾行装，我们即刻返回边境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长公主殿下，我等是草原五部的族长，此番冒昧前来，是求大夏给条活路。诸位有话不妨直说。北仓苛捐杂税，一年重过一年，今年又断了户市，我们换不到粮食盐铁，族里老人孩子都快熬不下去了。往年跟着北仓，年年缴贡力出壮丁，打仗冲在前，分好处轮不到。大夏通商公正，我们五部商议定了，愿脱离北仓，归顺大夏，只求能直接与大夏互市。公主，这五部加起来近10万人口，空闲之士过万，归附后即使边境屏障，也能拓宽战马来源。诸位诚心归附，大夏自然欢迎。只是归附后需遵大夏律法，守边境规矩，不可劫掠往来商顿。诸位能做到？我等对天起誓，归顺后大夏边境绝无二心。诸位请起。归附之事，本宫即刻奏明陛下。今日先设宴接风，护市章程明日细谈。章程已定，明日便在护市署与各族敲定文书，把通商安置条例全部落纸为凭。各部人心已定，只是萧晋那边必然怀恨在心，咱们要不要多加防备？他如今根基溃散，估计只会动歪心思。明日护市章程敲定完毕，我便着手整理文书，择日回京面圣。他如今根基溃散，估计只会动歪心思。明日护市章程敲定完毕，我便着手整理文书，择日回京面圣。即日起，黑石口、白狼渡、云沙港3处设为专属护市点，五部商队凭通关文书可自由往来，中小部族商税减3成，灾年还可申请赈济2种。殿下仁厚，有了这3处护市，族里的老人孩子就不用挨饿了。另外，大夏在边境设流民安置点，但凡愿意定居的牧民都可领耕地农具，垦荒3年免赋税。殿下大恩，我五部世代铭记。公主，算上五部的良马，咱们今年的战马储备能翻1倍，骑兵营扩编的马匹彻底够了。传令下去，各处护市点严加盘查，只准通商，不准夹带军械情报。但凡有私通北仓西戎者，一律按通敌论处。边境商贸规制已定，此处交由你与护市令协同看管。我即刻收拾行装，启程回京，入宫面圣汇报边境诸事。奴婢遵命，定守好边关护市，等候公主归来。个卑贱的小部族，也敢背叛姑！殿下，说，昨天又有3个小部族带着族人往大夏边境去了，说是去投奔安置点。反了，全都反了！沈之夏用这点小恩小惠就挖空了姑的根基。殿下，眼下咱们粮草不足，真要出兵镇压，怕是得不偿失。不如先跟大夏服个软，重开护市，稳住局面再说。服软，姑这辈子都不会向沈之夏低头。他挖姑的墙角，姑就掀了他的台子。去，背后里联系西戎使者，姑要跟他们定正式盟约，联手打下大夏边城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是。殿下，我王说了，事成之后，西侧3座边城归西戎，西戎全力助殿下坐稳北仓王位，还会再送5000精锐骑兵。3座城池太多了，最多2座城池。殿下此言差矣，没有西戎的兵马，殿下怎么对抗大夏的玄甲军？3座城池换一个王位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殿下不可！一旦割让这3座城，是大夏门户，日后西戎长驱直入，北仓也危险啊！姑心里有数，告诉你大王，下月15，咱们同时出兵，拿下云州3城。殿下英明，我王静候佳音。殿下，一旦败露，咱们就万劫不复了。败露，只要打下云州，沈之夏自身难保，谁还敢说姑通敌？沈之夏，你逼姑走到这一步，就别怪姑心狠手辣。等大军压境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镇定。沈之夏，你逼姑走到这一步，就别怪姑心狠手辣。等大军压境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镇定。之夏，你这次做得好，击清了朝堂内奸，又收了草原部族，替大夏解决了边境大患。北仓天寒地冻的，你这1年受苦了，回来就好。宫里给你备好了长宁殿，好好歇歇。儿臣不累，能保边境安稳，护百姓周全，都是儿臣分内之事。陛下，
公主此番立下大功，臣以为应当加封，以彰功德。臣等附议。朕早有此意，旨意已经拟好，明日早朝正式宣读。诸位，只要咱们联手组建联军，定能击退大夏。到时候边境护市的好处，诸位人人有份。殿下说笑了，我们这点兵马还不够大夏玄甲军塞耳缝的。再说了，当初殿下靠大夏才坐稳储位，如今反倒联合西戎对付大夏，这种忘恩负义的事，我们可不敢掺和。一群趋炎附势的东西！沈之夏，都是因为你。等孤和西戎联军打过来，看他们还敢不敢看不起孤！一群趋炎附势的东西！沈之夏，都是因为你。等孤和西戎联军打过来，看他们还敢不敢看不起孤！儿臣领旨，谢父皇隆恩。长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陛下，边境3万玄甲军从今往后全归你调遣，边境安危，朕就托付给你了。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，守好大夏每一寸疆土，护好边境每一位百姓。陛下，长公主既有兵权，臣以为边境护市、流民安置诸事也可一并交由长公主统筹，效率更高。准奏，边境诸事悉听长公主调度。臣等遵旨。公主，边关清代派人快马送来密报，萧劲已与西戎定下密约，计划下月15联手举兵来犯。果真是狗急跳墙！即刻传密令送往边关，令各处守将加厚云州防线，多布暗哨伏兵。他若执意开战，我等便备好万全之策等候。属下遵命。萧劲，边境御敌的布局已然铺开，就等你上钩了。萧劲，边境御敌的布局已然铺开，就等你上钩了。长公主正在巡查城防，约莫半个时辰便回。娘娘先请入内用茶。娘娘别太忧心，长公主素来明事理，您亲自前来求和，她总会给几分颜面。我哪里是来求和的，是来赔罪的。进而犯下通敌大错，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教管无方。真要打起仗来，苦的是两边的百姓。北仓王后远道而来，一路风尘，此番前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长公主，我今日是带进儿来赔罪的。他年少轻狂，一时糊涂犯下大错，我已经狠狠斥责过他了。赔罪？北仓王后觉得一句年少轻狂就能抹平私扣战马、劫掠官商、勾结外敌的罪责？我知道他罪无可恕，可两族一旦开战，边境百姓流离失所，死伤无数。还请长公主网开一面，我回去定然严加管束，让她亲自负荆请罪。北仓王后顾全两族百姓，本宫敬佩。可北仓王后有没有想过，这些年北仓屡次派兵骚扰大夏边境，屠戮村镇、劫掠商队的时候，可曾顾全过大夏百姓的死活？当年西戎犯边，北仓按兵不动，坐视大夏边民死伤惨重。萧劲求取之时，口口声声说共御外敌，转头就和西戎勾结，要瓜分大夏城池。北仓王后觉得这样的盟约还有维持的必要吗？去，安排王后住处。是。王后，请随我来。
我从前只想着维系两族和平，却从未细想，这么多年的边境摩擦，从来都是北仓主动挑事。难道我真的错了？我从前只想着维系两族和平，却从未细想，这么多年的边境摩擦，从来都是北仓主动挑事。难道我真的错了？长公主好身手。北仓王后见笑了，边关不安，总要懂些防身之功。我年少时也梦想过当女将军，骑着马守护族人。阿兰公主，你的剑术越来越好了，你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吗？将来我想做大将军，镇守草原，让我们北安再也不怕外族侵扰。不只守护这片草原，我们还要让各部牧民不愁粮草，人人都能安稳度日，不必年年为共妃发愁。我做大将军，你就来做我的副手，我们一起守卫北安。可惜后来入了后宫，困在四方围墙里，渐渐就忘了当初的志向。志向这东西，从来和年纪、身份无关。北仓王后想忽悠族人，未必非要上战场。我一个后宫妇人能做什么呢？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好。北仓王后错了，北仓的百姓、部族的妇人、孤女都需要人招抚。北仓王后身居高位，若肯站出来，能做的事比谁都多。我也可以吗？当然，女子从不是只能困在后宫等着男人庇护。北仓王后若有心，日后大可做一番自己的事业。人生或许真的还有别的活法。听长公主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我回去后会好好想想往后的路。北仓王后能想通，是北仓百姓之福。只是萧燕与西戎勾结之事，本宫绝不会姑息。我明白，她犯下的错该由她自己承担。我回去后会约束宗室，绝不跟着她胡来。公主，您说北仓王后回去后真的会变吗？她心里本就有火种，本宫只是帮她吹亮了些。至于能烧成什么样，全看她自己。公主，您说北仓王后回去后真的会变吗？她心里本就有火种，本宫只是帮她吹亮了些。至于能烧成什么样，全看她自己。义子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半个月八部叛离，两家翻番，王城之外流民遍地，你就是这么当北仓储君的？父王，儿臣也是被逼无奈，沈之下步步紧逼，当众折辱儿臣，还关停胡氏断我粮草。儿臣若不另寻出路，迟早被他捏死。被逼无奈，当初是谁三叩九拜赴大夏求亲？是谁靠着大夏兵马扫平内乱，坐稳储位？沈之下带着护士、战马、盟约嫁过来，助你坐稳江山，你就是这么回报的？私扣千匹贡马，扩成私兵，是你忘恩负义；假扮马匪劫掠大夏官商，是你背信弃义；暗中勾结西戎，许诺割让大夏3城，是你通敌叛国。桩桩件件，哪一项不是毁约祸国的死罪？儿臣只是不堪受他折辱，他让儿臣在殿部长跪3个时辰，当众打儿臣的脸。儿臣是北仓储君，岂能受一个女子如此欺辱？住口！一时义气就要赔上整个北仓的国运。你是储君，不是街头唱斗狠的莽夫。为了一点颜面，就勾结外敌毁弃盟约，以致北仓100万族人生死于何地？你既担不起储君的重任，这位置便别坐了。你既担不起储君的重任，这位置便别坐了。
可汗竟真要废掉楚军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萧劲与西戎私地盟约，属实闯下滔天大祸，可汗动了废楚之心也在意料之中。可仓促另立楚军，宗室之中难免再起纷争，北仓怕是要乱了。父王，你要废了儿臣！事到如今，只有废黜你，才能平息大夏的怒火，才有转圜的余地。可汗，废除乃是国之大事，还请三思啊！三思什么？他都做出通敌叛国的事了，不废了他，难道等着大夏打过来，让全族给他陪葬？朕意已决，废除萧劲储君之位，从宗宿子弟中另择贤明，重新向大夏长公主求亲，重缔两国婚约。唯有修复夏末公约，重启全部边境互市，才能挽回北仓颓势。父王，您怎么能废了儿臣，再换别人去求亲？您就这么怕沈之夏吗？朕不是怕，是为北仓存息着想。你闯下的滔天大祸，凭什么要全族给你陪葬？去，把宗室适龄子弟的名册呈上来，务必选一个品行端正、通晓事理的，不能再出第二个萧劲。备好仪仗，3日后随朕亲赴边境关城。朕要亲自向长公主赔罪，商谈重缔婚约之事。备好仪仗，3日后随朕亲赴边境关城。朕要亲自向长公主赔罪，商谈重缔婚约之事。王后还知道回来，本行倒要问问你，你是怎么教儿子的？教出这么个通敌叛国、祸乱全族的逆子，你这个王后当的可真是称职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边陲小国送来和亲的公主，出身卑微，眼界短浅，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好，凭什么坐在北仓王后的位置上？若不是你诞下储君，这北仓后宫还轮不到你做主。父王，此事与母后无关，你要罚就罚儿臣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不过是边陲小国送来和亲的，安分守身便是你的本分，少插手前朝的事。王族的格局，你不懂。女子从不是只能困在后宫等着男人庇护，北仓王后若有心，日后大可做一番自己的事业。我忍了半辈子，退了半辈子，换来的从来不是尊重，是变本加厉的轻贱。出身从不是枷锁，困着我的从来都是我自己。可汗说我教儿无方，我认。可敢问可汗，静儿从小到大，您亲自管教过几回？你放肆！这些年，可汗偏宠旁支宗室，放任西戎使者自由出入王庭，对储君之位忽冷忽热，才让静儿心生不安，急着扩充势力。真正酿成大祸的根源，难道不是可汗的偏听偏信、疏于制衡？我入主中宫20余年，后宫安稳，宗室和睦，灾年赈济，边境安抚，哪一桩不是我亲力亲为？可汗纵着宠妃干涉朝政，默许宗室盘剥牧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失德？可汗若执意将所有罪责推到我身上，我无话可说。只是北仓如今危局，不是问责后宫就能解决的。烦了，真是烦了！烦了，真是烦了！我半生退让，换不来半分尊重。如今我已然醒悟，不愿再困于深宫，任人拿捏。我想挣脱桎梏，整顿边境民生，开设女学，兴办工坊，庇护流离牧民、无依孤女与守寡妇人。只是我小国出身，深宫孤立无援，可汗与宗室多方掣肘，仅凭一己之力，寸步难行。特此修书求助公主，盼得提点与扶持，与大夏同心向守，
共护两族边境安稳，女子安生。你连夜走密道出关，避开所有盘查，将此信亲手送至大夏长公主手上，恳请她助我一臂之力。公主，北仓王后密信送到。公主，北仓王后信中所言何事？北仓王后彻底想通了，故而来信向我求助。太好了，她终于挣脱束缚，要做回自己了。北仓王后所求，自当亲力下注。你即刻去库房清点粮食、布匹、书籍与纺车器具，挑选稳妥商队，暗中送往北仓王后请功。是，奴婢即刻督办。王后有心破局，为民立命，大夏便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你只管放手去做，前路风雨，我与你共担。王后有心破局，为民立命，大夏便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你只管放手去做，前路风雨，我与你共担。可汗，查到了，王后前几日派贴身侍女连夜出关，携带密信直奔大夏边关。密信送去给谁？据按哨报，那侍女径直进了沈长公主的驻地，待了约莫半个时辰才出来。怕是王后与长公主私下有了往来。可汗，王后身为北仓人，却私下与敌国互通书信，此乃大忌啊！是啊，可汗，万一王后受了沈之堂蛊惑，里应外合，北仓可就被动透顶了。这个不知分寸的女人，朕还没跟她算当众顶撞的拽，她倒好，胳膊肘直接拐大下去了。可汗，眼下废主之事尚未决论，宗肃已然人心浮动，若王后手中再有大夏的暗中支撑，只怕局面更难掌控。北车马，本豪要亲自去边关，当面跟沈之下谈。为了宵禁，另选宗室子弟重缔婚约，把盟约续上。王后那边，等本豪回来再收拾。沈之下，本汗亲自去给你赔这个不是，你总不能还揪着不放吧？长公主，本汗此番亲自前来，是诚心赔罪的。萧禁那逆子犯下大错，本汗已当众废除他的储君之位。可汗有心了。本汗此次来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北仓与大夏的盟约断不得。本汗打算从宗室子弟中另选一位品行端正的，与长公主重缔婚约，嫁妆聘礼、忽视章程，一切照旧，只多不少。本汗打算从宗室子弟中另选一位品行端正的，与长公主重缔婚约，嫁妆聘礼、忽视章程，一切照旧，只多不少。可汗觉得换一个驸马，这件事就能翻篇了。这本汗确实诚意十足。可汗，盟约的根基是信义，不是姻亲。宵禁私扣战马，劫杀官商，勾结西戎瓜分大夏城池，桩桩件件都踩在大夏的底线上。这些罪责尚未清算，仅凭更换联姻之人，就想让一切重来？长公主，我们可汗亲自前来赔罪，已是给了天大的面子。本宫与可汗说法，何时轮到旁人插嘴？长公主，那依你之见，此事该如何收场？宵禁通敌的账，必须一笔一笔算清楚。西戎派来的细作、私兵营的扩编、劫杀官商的人证物证，北仓必须全部交出。至于联姻，本宫没有兴趣再嫁一个北仓人。长公主，你非要做得这么绝？可汗，当初宵禁求娶的时候，本宫就说过，违约3次，盟约作废。本宫言出必行。哼！可汗，沈之下这是铁了心要跟咱们断干净啊！换婿这招他都不接，咱们还能怎么办？他这是逼本行低头到底。可若真跟他撕破脸，北仓拿什么对抗大夏？可汗，王后那边或许能说上话，她毕竟跟沈之下有过往来。别提那个女人，本汗还没找她算账。她私下通敌的事儿，等本豪回去一并清算。是，
臣多嘴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王后跟沈之夏有往来，这未必全是坏事。她若肯替北仓说情，或许还有转圜余地，但前提是她必须乖乖听话。宁寒，你最好识相，否则别怪本寒不念多年夫妻情分。殿下，西戎2批粮草仅到6成，西戎使者传话，两国盟约迟迟未定，他们不敢尽数供给粮草，意在观望施压。竟敢以粮草挟持故，欺人太甚！老可汗已赴边关见沈之夏，二人若议和成功，我部将彻底陷入被动。孤绝不坐以待毙。边关3守将底谢如何？属下已彻查清楚，云州赵崇贪财，在老家置了1000亩良田。雁门钱猛的小舅子做私盐买卖，常年需银钱打点。定襄孙怀义有个儿子在京城挥霍无度，债坛高富，3人皆有把柄可拿，有重力可用。贪利者最好拿捏，你即刻调集麾下仅剩的心腹4兵，备足重金珍宝，带上孤亲笔密信，分头前往3地拉拢3人。陛下放心，西戎已然应允，只要我军夺下3城，便即刻出兵呼应支援。只要拿下边关，沈之夏先机尽失，殿下大业可成。秘密行事，切勿走漏风声。属下遵令。你与沈之夏暗通千语，私受大夏物资，还有何话可说？信是我写的，物资也是我请长公主调度的。边境粮价飞涨，孤女丧父无依，我身为北仓王后，为子民寻一条活路，何错之有？本可汗不追究你私通之过，既然你与他有旧，便由你出面传话。北仓愿重新贯通户氏，条件可谈。3日之内，我要沈之夏的准话。臣妾可以传话，但户氏是2国之事，长公主答不答应，不在臣妾掌控之内。若可汗以为凭我一封信便能让大夏低头，未免把2国博弈看得太轻。本可汗只问结果，3日后户氏必须重开。若办不到，通敌的罪名你承担不起。信写完后即刻送出，若有半点拖延，别怪本可汗不讲情面。户氏若成，是北仓子民活命的路；若败，也不是我一封信能扭转的。将军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说是北仓来的，带了重礼。北仓的来人，带他从后门进来，走密道，别让人看见。赵将军，这是我们殿下的一点心意。你们殿下可真是大手笔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下月15，西饶会从西侧进攻云州。殿下希望将军届时按兵不动，开城放行。开城放行，本将是守将，不是叛将。殿下说了，事成之后，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顷，世袭爵位。将军在老家那1000亩良田，殿下可以再翻1倍。将军是聪明人，知道怎么选。回去告诉你们殿下，本将需要时间考虑。3日之后，我等将军答复。告辞。连夜送到长公主手中，就说予以上钩。末将遵命。公主，边关传来急报，老可汗离开边关后，王庭那边动静不小。北仓暗哨探查得知，萧晋心腹林策4处递送密信，暗中联络云州守将赵崇、雁门守将钱猛、定襄守将孙怀义3位将军府邸。同时联络3位守将。正是。赵崇那边已经派人回话了，萧剑许以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顷，世袭爵位，交约3人3日后私下赴议馆议衡，约定下月15西戎大军攻城之时，3位将军开门放行，里应外合。公主，萧晋这是打算私下诱骗3位将军叛城，当面策反。他沉不住气了，老可汗废了他，他除了拉拢边将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公主，赵崇将军问下一步该如何应对？
传信告知赵成，假意应允赴约，推说需要几日斟酌权衡，先稳住萧劲，将他牢牢吊着，待到下月15会面当日，当场人赃并获，一网打尽。属下这就快马传信边关。公主，萧劲会上钩吗？他现在是困兽，越是走投无路，越会孤注一掷。本宫给他一个虚假的希望，他一定会死死抓住。三位将军远道而来，孤先敬一杯，日后还望三位多多照拂。殿下客气了，我等不过是边关守将，何德何能承蒙殿下看重？孤向来敬重有本事的人，三位镇守边关多年，劳苦功高，可惜大夏朝廷对武将向来吝啬，三位每月的俸禄，怕是连京城一个文官的零头都比不上。殿下此言何意？孤的意思是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大夏不给你们想要的，孤给。只要三位肯配合孤行事，日后北仓的草场、金银爵位，三位随意挑选。殿下说的配合是指什么？下月15西戎攻城，三位只需按兵不动，开门放行即可。事成之后，孤与三位共享北仓占山。殿下好大的口气，让我们开城放行。我们是大夏的将军，不是北航的走狗。殿下的酒我们喝过了，殿下的话我们也听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们说了。奉长公主密令，萧劲撕毁盟约，通敌叛国，策反边将，证据确凿，给我拿下！你们炸我！殿下，你真以为我们三个会为了几箱金子背弃大夏？从你送出第一封密信开始，长公主就知道了。野狐鼓掌！边境布防图，这可是天大的筹码。萧劲啊萧劲，你靠不住，我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长公主，赵将军让末将连夜送来医馆战报，萧劲已中埋伏，死尸折损大半，本人翻墙逃脱。传本宫令，让赵重收兵回防，不必穷追。长公主，不追了。萧劲身边死士已尽，西龙也未必再肯出手帮他。一个既无兵马又无盟友的废物，翻不出浪来。末将遵命。萧劲虽败，可他毕竟熟悉边关地形，万一狗急跳墙，暗中勾结西戎余孽，他若还有兵，西戎倒还高看他一眼。如今兵没了，西戎不会为一个废人冒险，放他一条活路，比把他抓回来更有用。一个被全天下抛弃的人，活着比死了更煎熬。公主，暗卫查到阿离已经协图投奔了西戎驻北仓的驿馆，他打算用布防图当筹码，向西戎要封地、要私兵、要黄金。他倒是会挑时候，一张图换一座城。西戎若真答应了他，那便不配做大夏的对手。那张图迟早会自己回到本宫手里。西戎若真答应了他，那便不配做大夏的对手。那张图迟早会自己回到本宫手里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副模样，出什么事了？萧劲完了，他在边境驿馆设鸿门宴想策反守将，结果被沈之夏设了套。那些守将全是诈降的，他逃是逃了，但身边死士折损大半，基本废了。那盟约呢？他签的盟约还在不在？盟约不在，但比盟约值钱的东西在这里。这是完整的夏末边境布防图。这图现在是我的了，你们替我传话给大王，我要3样东西。你说。第一，萧劲原先答应割让的3座边城，事成之后给我1座。第二，册封我为公主，赐我专属封地，私兵3000。第三，给我黄金5000两，现银。你胃口倒是不小。胃口小的人早就在北仓被人踩死了。大王若是不答应，我就把这图送给沈之夏，通敌铁证加上布防图，到时候大夏铁骑踏平北仓，西饶的下场不用我说吧。此事我等需禀报大王定夺。去报，我就在这里等。不过别让我等太久，我这人耐心不太好。此事我等需禀报大王定夺。去报，我就在这里等。不过别让我等太久，我这人耐心不太好。有人闯驿馆。我北仓的边境布防图呢？拿来，孤可以考虑留你全尸。殿下好大的火气！你以为孤不敢杀你？杀了我，布防图就彻底没。我早已安排心腹，若我3日不回，密图原作便会直接送到沈之夏里。你敢？
我有什么不敢？殿下落到今天这步程地，不都是我一步步推着走？当初不是你默许我做太子妃的位置，不是你亲口说仅此一次下不为例，不是你纵容我挑拨你和沈之夜的关系。殿下，你扪心自问，你是真的被骗，还是心甘情愿被骗？你不过是想找个理由，理直气壮地对抗沈之夏罢了。可惜呀，你连对抗的本事都没有。住口！殿下，合作到此为止，往后你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不妨图吗？我留着，或许有用，或许没用，但总归不会还给你。殿下，驿馆里的西戎人全撤了，一个活口没留。完了，全完了，不妨图密信盟约一样都没留住。不妨图吗？我留着，或许有用，或许没用，但总归不会还给你。殿下，驿馆里的西戎人全撤了，一个活口没留。完了，全完了，不妨图密信盟约一样都没留住。公主，北仓那边传来急报，萧敬业闯西戎驻北仓驿馆，当众与阿里撕破脸，两方大打出手。阿离带着布防图逃了，萧敬的私兵彻底打光了。意料之中，阿离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萧敬靠不住，早就给自己铺好后路了。公主，布防图落在阿离手里，万一他真交给西饶，他不会交给西饶的。布防图是他保命的筹码，交出去他就没用了。他这种人不会把自己的底牌提前打光。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可汗，比天塌下来还严重。萧敬殿下昨夜闯了西戎驻北仓的驿馆，跟那个叫阿离的武姬当众撕破了脸。什么？他闯西戎驿馆？他疯了不成？可汗，还不止这些，那个阿离，他偷走了边境的完整布防图，据报是萧敬殿下之前从东宫密库里调出来的，不知怎的落到了阿离手里。如今那武姬带着布防图不知所踪了。布防图，边境布防图，那是北仓几代先王用命换来的军机要素，他怎么敢把这种东西拿出来？可汗，那布防图若是落入西戎之手，边境的3座城关便形同虚设，西戎铁骑随时可以长驱直入，北仓必遭灭顶之灾啊！你个逆子！可汗，可汗！来人，快传太医，快！可汗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北仓经不起这个。你还敢来？可汗息怒，王后是特意来看你的。看我？我看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。萧敬那个逆子，闯下滔天大祸，弄丢布防图，通敌叛国，全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。静儿犯错，我身为母亲，难辞其咎。哼，你一个边陲小国送上来的和亲公主，出身低微，眼界短浅，能教出什么好孩子？可汗说笑了。今日北仓之祸，西戎细作如入无人之境，宗室做大而王权旁落，桩桩件件，哪一件是臣妾一个后宫妇人能左右的？臣妾入主中宫20余年，后宫安稳，灾年赈济，边境安抚，臣妾能做到的都做了，可汗做不到的，又凭什么全推给臣妾？可汗安心静养，朝政之事，我自会斟酌处置。长公主殿下，我3部共7万族人，3000匹上等战马，今日起愿归顺大夏，听凭殿下调遣。草原上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求殿下给条活路。3位首领诚心归附，大夏自不会亏待。护市章程与草原5部一致，商税减30%，灾年可申领赈济2种。多谢殿下，
北仓年年增税，部族里老人孩子冬天连口热粥都喝不上，实在是熬不下去了。三位既然信大夏，大夏便不会让三部族人再受甲板期。清淡，奴婢在。传令下去，三部部民就近迁入安置点，每户发耕牛1头，2种2担，垦荒3年免赋税。奴婢这就去办。谢长公主大恩，三部7万府人世世代代铭记殿下恩德。起来吧，你们诚心来投，大夏便以诚相待。往后草原上再有人欺压三部，只管报大夏的名号。殿下，北仓王庭传来消息，萧劲正在收拢残余私夫，扬言要出兵镇压叛离部族。他想来便来，边境防线早已布好，就怕他不敢来。他想来便来，边境防线早已布好，就怕他不敢来。三部叛贼投靠大夏，故今日便点兵出征，踏平安置点，让所有部族知道背叛姑的下场。你敢！母后，您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再不来，北仓就要被你折腾的亡国了。三部牧民是活不下去才走，你不去减税赈灾，反倒要出兵镇压。活不下去，分明是沈之夏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。姑若不杀鸡儆猴，往后所有部族都会跟着反。殿下三思啊！如今粮草不足，军事士气低落，出兵未必能胜，反倒会惹怒大夏。姑做事，何时轮到你指手画脚？要出兵，你先踏过我的尸头。萧劲，收手吧，现在去跟长公主赔罪，一切还来得及。赔罪？我是北仓王子，凭什么向她一个女人低头？母后，你到底是北仓的北仓王后，还是大夏的说季可？我是北仓的王后，更是北仓百姓的王后。我不能看着你把100万族人拖进战火里。传令下去，半个时辰后，私兵亭王城门外集结，谁敢阻，通敌论处。去，传我的令，王城守军即日起接管4门防卫，私兵没有我的手令，一律不准出城。是。私兵没有我的手令，一律不准出城。是。殿下，黑石峡方向发现大夏伏兵，旗号是玄甲军。什么？殿下不好，沈之霞怕是早就算到我们要出兵，在半路设了埋伏。沈之霞，把我什么时候出兵都算准了。殿下，黑石峡两侧全是弓箭手，咱们前锋小队刚进去就没了。殿下，撤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撤，回城！沈之霞，你步步紧逼，真要把我逼上绝路吗？公主，此战我军零伤亡，缴获战马100余匹，粮草数十车，宵禁的私兵算是彻底打散。意料之中，他那点私兵，本就是临时做凑起来的乌合之众，哪里是玄甲军的对手？只是萧劲跑了，要不要末将带人追去王城脚下？不必，王城是北仓腹地，贸然攻城师出无名，留着他，北仓王后才能名正言顺收拢王权。公主，北仓王庭传来密报，萧劲大败后，北仓宗室大半都去求见北仓王后，请北仓王后出面主持大局。知道了，传信给北仓王后，告诉她宗室若有变动，大夏边境随时可以驰援。末将遵命。公主布局深远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北仓内部分稳，末将佩服。不是我布局深，是萧劲自己把路走死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自古如此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自古如此。殿下，韩少查过了，粮库守军只有10几个人，咱们速战速决。进去之后，能搬的粮草全部搬走，搬不动的就烧了。
得不到的，沈之夏也别想留着。上！奉长公主令，在此等候多时了。萧劲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有埋伏，撤！殿下快走，属下断后，撑住！不用追了，公主说了，留他一口气，让他回去慢慢熬。是。殿下，咱们就剩这几个人了，粮草没抢到，兵器也丢了大半。沈之夏他什么都算到了。殿下，您吃点东西吧，咱们就剩这点干粮了。吃什么吃？都成这样了，还有脸吃？殿下，要不咱们回王庭向王后认错吧？娘娘毕竟是您生母，总不会不管您。认错？我萧劲就算饿死在外面，也不会回去求那个女人。我萧劲就算饿死在外面，也不会回去求那个女人。会盟帖发出1月，有多少部族和邻国回话？回长公主，已有12部族、4小国正式回函赴会，另有7、8个部族仍在观望，都派了探子来边关打听风声。观望的不必催，会盟一开，他们自会来。文书都备齐了？备齐了。近3年户市账册、粮道通关记录、商税抵教、各部族往来契约，全部一式3份封存，随时可调取展示。长公主，会场布置已近收尾，平川谷地两侧山脊可设伏兵，高台4周预留通道，末将安排了3道暗哨，确保会盟当日万无一失。好，会盟流程本宫已拟好，先宣护市章程，再请诸国使臣逐一表态签押，意议当堂商议，全程公开透明，不给任何人钻空子的空隙。公主，那萧劲和西戎那边会不会趁会盟搞鬼？本宫盼的就是他们搞鬼，他们不动，本宫反倒不好收网；他们若动，手里的证据正好派上用场。公主，您说那些观望的部族，会盟当日会来吗？会，他们不来是怕大夏与北仓谈不拢，夹在中间吃亏。等会盟章程摆出来，亲眼见大夏的条款比北仓公道，自然会来。那北仓王后呢？她会不会来？她不但会来，还会带着北仓宗室一起来。她比本宫更清楚，这场会盟是她站稳脚跟最好的机会。长公主，乌素部首领派人传话，想会前私下见你，聊聊条款细节。不见，私下见了他，其他部族会觉得大夏厚此薄彼。有话让他会盟当日当着所有使者的面说，大夏的章程对谁都一样。臣明白了。公主，您忙了一整天了，会盟还有1个多月，不用这么急吧？看着长，转眼就到，该想到的细节提前想到，总比当天手忙脚乱强。公主，您真觉得万国会盟能理清边关乱局？不能一次理清，但能把路子铺好，让所有人看到大夏愿意公平通商，愿意给各部族一条活路。只要这条路铺稳了，萧劲那种人就再也煽动不起风了。平川谷地1个多月后，该来的都会来。公主，该歇息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去歇，本宫再看最后一卷章章。万国盟会是大夏走出边关困局的第1步，这一步，本宫要迈得稳稳当当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大夏的门永远向诚心往来者敞开。大夏的门永远向诚心往来者敞开。殿下，喝点热的吧，您都坐1晚上了。你说，当年我要是守约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殿下，现在回头也还来得及，只要您愿意去跟长公主认错，归还战马，解散私兵，以长公主的气度，未必不会给您一条活路。认错？你忘了他让我在殿仓掌柜3个时辰的屈辱了？你忘了满朝文武看我笑话的样子了？可那些事，本就是殿下先违约在先。住口！
连你也觉得是我的错？北仓太子萧劲，恳请陛下赐公主下嫁。若能借大夏势力扫清内乱，北仓皇族愿永世与大夏交好，助大夏抵御异国侵扰。若不是他步步紧逼，处处压我一头，我何至于走到今天？殿下，西戎那边传话了，会盟的万民状已经备好，阿丽那边也安排妥当了。知道了，告诉他们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没有回头路了，这一次，要么赢，要么死。没有回头路了，这一次，要么赢，要么死。殿下，眼下应聘绝无胜算，我主特意为殿下谋了一条万全之策。万全之策？你们西戎的办法，除了让我割城，还有什么新鲜的？殿下如今手头无兵无粮，你们若再提割城，不必谈了。殿下何必如此戒备？此策不用殿下出一兵一卒，只需在万国会盟之上上演一场戏。演戏？什么意思？会盟当日，殿下主动盛台，当众下跪认错，只说被阿丽这个细作蒙蔽，一时糊涂才铸下大错。荒唐！殿下乃北仓王族，怎能当众下跪自辱？当众示弱，才能博各国使者同情。届时阿丽持伪造万民状，控诉大夏关闭护市害民，舆论便会全倒向我们。你的意思是，借各国舆论逼沈之霞重开护市，放过我？正是。沈之霞最重名声，各国使者都替殿下求情，他不敢逆势而为。下跪，当真可行？殿下想想，只要重开护市，您便能收拢部族，重整兵马，总好过在这破院子里坐以待毙。殿下不可，这是饮鸩绑渴。沈之霞何等聪明，岂能被这点手段蒙透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要能翻盘，跪一次又如何？殿下英明，万民状与阿丽那边，我等即刻安排妥当。告诉阿里，此事若成，我既往不咎；若是搞砸了，我第一个拉他垫背。属下遵命。若是搞砸了，我第一个拉他垫背。属下遵命。今日召诸位来，是宣布3项政令：其一，即日起驱逐所有无籍西戎商旅，查封所有未报案的西戎商号。王后不可，西戎商号每年缴不少赋税，贸然查封，恐生事端啊！赋税重要，还是北仓的安危重要？这些商号藏着多少细作，你心里没数？可西戎那边若是问责，西戎细作窃取布防图，挑唆楚军通敌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他们算，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王后所言极是，清查西戎据点，臣赞同。只是不知第2项政令是？其二，开王城官仓放粮，给流民、贫苦牧民发放救济粮。娘娘，官仓存粮本就不多，还要留着备军用，放给流民恐怕不妥。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留着粮食给谁吃？军粮我会另想办法，赈济之事刻不容缓。如今民怨渐起，放粮安民是头等大事，臣支持王后的决定。其三，宗室俸禄削减30%，省下来的钱粮全用于边境孤女、丧夫妇人的救济。削减俸禄是不是太多了？宗肃亲眷开支就不小，牧民连饭都吃不上，宗室还想着锦衣玉食。谁若有异议，大可把俸禄全捐出来，我亲自给他立功德碑。臣等谨遵王后旨意。臣等谨遵王后旨意。 3日内全部落实，谁拖延懈怠，以渎职论处。散了吧。3日内全部落实，谁拖延懈怠，以渎职论处。散了吧。公主，北仓王后的密信到了，她已经下令清查西戎据点，开仓放粮，专项帮扶基金也在筹备了。她动作比我预想的还快，有她稳住北仓内政，会盟就少了后顾之忧。公主，会场安防已经重新排片，四周山脊共设8处伏兵点，高台两侧布了暗卫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西戎最擅长搞小动作，除了明面上的伏兵，
流民入口，商队通道也要加派人手。末将明白，即刻再调2队人手，守在侧门。长公主，近3年的粮道文书、户室底册全部整理完毕，一式3份都封存好了。这些是会盟上最关键的证据，务必妥善保管，绝不能有半分差池。公主放心，账册都存在密室，有专人轮班看守。宵禁3次底线全部耗尽，万公会盟就是最后的收网之时。发什么呆呢？快搬啊！耽误了工期可要挨骂的。这就来，这就来。干什么的？这里是你能随便靠近的吗？金爷恕罪，小的是来搭台子的，走错路了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赶紧去干活，再往这边乱撞，按奸细处置。是，小的记住了。沈之夏，你防得再严又如何？等会盟当日，我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公主，阿离果然混进了会盟工地，扮成杂役在踩点，还记下了守卫换班的时辰。盯着他就行，不用打草惊蛇。他背后的人没现身，抓了他也没用。属下明白。另外，宵禁那边也有动静，他带着枕剩的10几个亲卫，正往平川谷地的方向来。来得正，传令下去，会场外围再加一道暗哨，他若敢硬闯，直接拿下。属下遵命。该来的都在路上，这盘棋也该下完。该来的都在路上，这盘棋也该下完。公主您看，那3处制高点都布了弓箭手，视野能覆盖整个会场，一旦有异动，半刻钟内就能合围。出入口的盘查在沿线，所有入场使者都要核对文书，无关人等一律不准靠近。末将明白，稍后就加派2队人手守在入口。北仓宗室萧环，见过护国长公主殿下。你是北仓宗室，不在王庭待着，来会盟场地做什么？在下听闻长公主在此巡查，特意在此等候。在下掌握事关会盟安危的关键内情，想单独禀报公主。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信你？在下是老可汗族侄，掌宗室典籍。若公主不信，可当场核对宗室玉牒。你有什么内情，就在这里说。此事关乎西戎与萧禁的阴谋。人多眼杂，不便多说，还请公主借一步说话。在下愿意性命担保，绝无半分代言。好，前面有座临时营帐，你随我来。公主不可冒险。无妨，你们守在帐外即可。无妨，你们守在帐外即可。长公主，请看，这是萧禁与西戎往来的全部密信抄件，还有西戎暗中调兵的路线记录。公主，这些卷宗你从哪里得来？宗室典籍房不可能有这些。在下负责整理王庭密档，萧禁私通西戎之初，在下便有所察觉，暗中收集证据已有半年。你是北仓宗室，为何要帮大夏揭发自己人？北仓与大夏开战，受苦的为一己私怨勾结西戎，是拿全族性命赌他的脸面。在下不能坐视北仓毁在他手里。你就不怕事发之后，宗室说你通敌叛国？在下怕，但更怕北仓亡国，老可汗病，王后主持大局，本就是最好的转机，绝不能让萧禁再搅乱局面。你倒是个拎得清的，说吧，你冒着风险来见我，想要什么？在下什么都不要，只求会盟当日能让在下出面作证，揭穿萧禁与西戎的阴谋。你要当众作证，那你以后在北仓宗室可就难立足了。比起北仓的安稳，个人荣辱算得了什么？只要能平息战乱，在下受些匪夷不算什么。好，会盟当日，你可站在北仓使者之列，待时机成熟出面作证。谢长公主信任。另外，王后正在整顿内政，帮扶民生。若你有心，事后可留在王庭辅佐北仓王后。在下愿意，能辅佐王后安定北仓，是在下的心愿。大夏会做北仓王后的后盾，也会支持你协助理政。
只要北仓安分守己，双边互市永远敞开。在下替北仓百姓谢过长公主。你先回去，切勿暴露身份。会盟当日，按我们说好的来。在下明白，先行告退。公主，有了这些卷宗和人证，萧景和西戎这再也翻不了天了。证据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萧劲狗急跳墙，还会有后手，我们等着就是。公主，萧缓的底细已经查清，确实是北仓宗室旁支，素来品行端正，从不参与党争。这次是真心想帮北仓王后稳住局面。既然他真心相助，便不能让他因本宫之事遭了暗算。派人暗中护着他，别让萧劲的人动了他。属下已经安排了人手，萧恒回王庭的路上，全程有人跟着。公主，喝杯热茶歇歇吧。您都对着卷宗看了1个时辰了。会盟流程再核对一遍，尤其使者登台的顺序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奴婢明天一早就和副司令核对，保证分毫不差。公主，还有一事，萧劲已经到了谷地外围，藏在一处废弃猎庄里，身边只剩10几个亲卫。不用管他，让他等着。会盟当天，他自己会跳出来。属下明白，那属下加派人手盯着猎庄。去吧，万事小心。娘娘，可汗这情况，怕是撑不过今日了。太医尽力了吗？娘娘，可汗急火攻心，伤及根本，臣无力回天了。胡说！可汗身体一向硬朗，怎么会救不回来？起来吧，尽力就好。宁兰，可汗，臣妾在。遗诏在里面。可汗，锦盒拿来了。朕走后，由王后暂掌王权，主持王庭大小事务。待时局稳定，再择贤明立新君。可汗怎能让女子掌权？宗室子弟里还有不少贤能之人啊！朕的旨意，谁敢不从？萧劲逆子，永不赦悔！可汗放心，臣妾定守好北仓江山。可汗驾崩了！可汗遗诏在此，王后散掌王权，诸臣听令。臣等谨遵遗诏，参见摄政皇后。可汗后事按国礼置办，王庭戒严3日，各部族不得变动。臣遵旨。可汗后事按国礼置办，王庭戒严3日，各部族不得变动。殿下，可汗驾崩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，遗诏命王后摄政，还说永不赦回您。永不赦回？父王到死都不肯原谅我。殿下，王庭已经发了国丧公告，3日后发丧。我们要不要回去奔丧？奔丧？我现在回去，只会被那个女人抓起来问罪。殿下，事到如今，不如就按您之前写的，写好认罪书，会盟上当众认错。娘娘毕竟是您生母，总不会真的置您于死地。认罪，认了罪，我这辈子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殿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总好过流落荒野，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。殿下，西柔的人传来消息，会盟当日阿丽会先上台发难，让您按计划行事，计划照旧。殿下，可汗刚走，你还要和西戎勾结吗？是他们逼我的。父王偏心，母后帮着外人，连宗室都看不起我，我偏要争出个样子来。殿下，您真的要一条路走到黑吗？我没有退路了。会盟之上，要么沈之夏身败名裂，要么我万劫不复。殿下，阿离姑娘来了。
让他进来。殿下，明日就是会盟大典，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。你还有脸来？若不是你从中挑唆，殿下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？林大人这话就不对，路是殿下自己选的，我不过是帮殿下指条明路罢了。万民状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，上面按了100个牧民的手印，全是控诉大夏关闭户市，害得百姓流离失所的内容。手印是真是假？别到时候被当场戳穿。殿下放心，手印都是真的，不过都是西戎境内的牧民，大夏查不到根系。你先上台造势，博各国使者同情，我再出面下跪认错，逼沈之夏重开户时。正是，各国使者都在，沈之夏要维持大夏仁厚的名声，就不敢逆势而行。心下不可，沈之夏手里有我们通敌的证据，到时候反将一军，我们就全完了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密信我们早销毁了，不妨图在我手里，他拿什么指证殿下？就这么定了，明日成败在此一举。殿下英明。事成之后，西罗会如约出兵帮殿下夺回王庭，那3座边城也会如数兑现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若是敢耍花样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殿下放心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公主，我熬了莲子羹，您喝一碗垫垫吧，都忙了大半夜了。明日使者席位都核对好了，都核对3遍了。北仓各游牧部族周边小国的席位全按规制排好，不会出错。公主，阿丽今夜去了萧剑的驿馆，待了半个时辰才离开。2人似是敲定了明日的计划。萧晋那边有多少人手？加上亲卫也就10几人，翻不出大乱。西戎使者那边也安排了人盯着，没见有变动。明日高台2侧多布暗卫，阿离上台发难时先别拦，让他把话说完。公主，让他上台闹，不会影响会盟吗？他不跳出来，怎么把西戎的阴谋全抖出来？正好借着各国使者都在，一次性算清楚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北仓王后那边也盯着点，他明日大概率会来，别让萧剑的人伤了他。属下已经安排了人手在侧门接应。去吧，明日辛苦兄弟们了。是。公主，明日还要起登台，您早些歇息吧，别熬坏了身子。无妨，等会盟结束再好好歇。无妨，等会盟结束再好好歇。听说这次大夏要定新的通商章程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降些商税。降不降不好说，但总比跟着北仓被盘剥强。告诉阿丽，按计划行事，别出岔子。是，属下这就去传话。诸位使者，诸位首领，远道而来辛苦了。今日万国会盟，只为定通商之规，谋边境安宁，让两边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。今日定下的新规，第1条，凡归附大夏、安分守己的部族，商税统一下2成，中小部族再减1成。下调2成，这可比北仓收的税少1半还多。第2条，大夏在边境设3处流民安置点，无家不归的牧民均可申领耕地、农具与良种，3年免州赋税。长公主殿下，请问安置点只收归附的部族吗？我们这些中立部族的流民能不能去？长公主殿下，请问安置点只收归附的部族吗？我们这些中立部族的流民能不能去？一视同仁，只要是安分守己的百姓，无论归属哪部，都可申领。谢长公主殿下，这真是救了我们部族不少百姓。第3条，开放军械战马、盐铁公平交易，明码标价，绝不恃强垄断，也绝不哄抬物价。殿下，战马交易我们部族需求量大，大夏能保证足量供应吗？可以，各部族可提前报备需求量，大夏按单供给，价格统一，不会厚此薄彼。如此便好，谢殿下。以上3条只是总则，后续户市令会颁发到各部使者手中，有异议的3日内可递文书商议，大夏酌情调整。谢长公主殿下。
求长公主殿下开开恩，求大侠放过我们西戎百姓吧！你是什么人，竟敢擅闯会盟高台？民女是西戎边境的牧民，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才斗胆来求殿下。有什么话，站起来说。殿下关闭护市，我们西戎境内粮价暴涨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死了好多人。这是万民请愿书，求殿下重开护市，给我们一条活路。殿下关闭护市，我们西戎境内粮价暴涨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死了好多人。这是万民请愿书，求殿下重开护市，给我们一条活路。关闭护市确实苦了百姓，大夏是不是做的太绝了？是啊，百姓是无辜的。放肆！会盟大典岂容你撒野？还不快退下！大人，民女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百姓活不下去了。长公主殿下，百姓无辜，西戎饥荒一事，还请殿下三思。是啊，殿下，护盐关闭，苦的都是底层牧民，还望殿下网开一面。都怪我国国力微弱，连百姓温饱都顾不上，实在惭愧。求诸位大人替我们百姓说句公道话，再不开市，我们全族都要饿死了！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大夏从未封锁民间粮贸，何来饿死百姓一说？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大夏从未封锁民间粮贸，何来饿死百姓一说？姑娘这话就不对了，盐铁粮食全被大夏扣在关卡，我们有钱都买不到，不是封锁是什么？长公主殿下，我国确实粮价飞涨，民怨渐起，还请殿下重开护市，有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谈。你说西戎闹饥荒，饿死了很多人。是，边境村落食物久空，民不聊生。那我问你，西戎今年白灾是几月？受灾的是哪几个部落？这就是入秋的时候闹的灾，好几个部落都受灾了，具体哪几个我一个小民怎么知道？那你是哪个部落的？族长叫什么名字？我是边境散居的牧民，没有族长。散居牧民？西戎边境哪有什么散居牧民，全是按部落划地而居的。我看这女人有问题，说不定是来闹事的。殿下，他一个普通牧民，哪记得这些细节？您就别为难他了。为难？他拿着所谓万民状当众控诉大夏，我问几句细节就叫为难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西戎今年根本没有大规模白灾，所谓饥荒全是你编出来的。殿下胡说，明明就是有饥荒。抬上来。抬粮道档案。抬粮道档案。这是近3年大夏与西戎的全部通商记录，每一笔粮食、盐铁交易都清清楚楚。第一年，西戎从大夏购入粮食12万石，盐3万斤；第二年，购入粮食15万石，盐4万斤。今年截至目前，已购入粮食18万石，盐5万斤。18万石，这么多粮食，怎么可能闹饥荒？是啊，就算有灾，这么多粮食也够赈灾了。殿下，账册是大夏单方面做的，谁知道真假？每一笔交易都有西戎关卡的签章，还有粮商的手印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当场核对。这些是西戎关卡的通关回居，上面的印章与签字，西戎使者应该认得吧？这不能说明什么，说不定粮食都被贵族劫走了。哦，原来西戎贵族会私吞赈灾粮，我还以为是大夏封锁护市才闹的饥荒呢。我说怎么年年买粮还喊饥荒？原来是你们自己人把粮贪了，反倒赖大夏头上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粮食根本没到百姓手里。粮食没到百姓手里，是西戎贵族的问题，还是大夏的问题？就算粮食够，那盐铁呢？大夏关闭护市，我们买不到铁器，牧民连农具都没有。就算粮食够，那盐铁呢？大夏关闭护市，我们买不到铁器，
牧民连农具都没有。盐铁交易记录也在这里。今年西戎购入的铁器比去年多了30%，关闭的只是北仓与西戎的官方互市，民间商贸从未停。不仅没停，大夏还下调了民间商税，鼓励粮商去西戎做生意。大夏从不用民生做筹码，更不会拿百姓的性命开玩笑。倒是有些人自己苛待百姓，反倒往大夏身上泼脏水。3月初7，1米鲜担，经手人李通；5月22，2米5千担，经手人张默。以上是今年前3季的全部粮贸记录，共127笔交易，笔笔有凭有据。殿下做事光明磊落，有账可查，我们信得过。我们信殿下。这些文书都是大夏伪造的，算不得数。伪造？上面有你们西戎宽卡的印记，还有梁商的签字画押，你说伪成就伪造？印记也能造假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圈套？没错，谁知道这些账册是不是大夏提前做好的，故意栽赃我们西戎？没错，谁知道这些账册是不是大夏提前做好的，故意栽赃我们西戎？栽赃？那我再请个人出来作证。长公主殿下，把你带来的东西给各位使者看看。在下北仓宗室萧焕，这是北仓王庭密档里的记录。西戎贵族私吞赈灾粮，驱赶流民嫁祸大夏的事，北仓早有记载。你胡说！北仓怎么会有这种记录？萧敬殿下与你们私通密约时，你们自己送过来的献礼清单上就有私吞的赈灾粮，怎么忘了？原来饥荒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，还想拉着我们一起向大夏施压，太过分了！亏我还同情你们，原来是演的戏！你撒谎！你是北仓的人，当然帮着大夏说话。这是西戎左贤王给萧敬殿下的密信，里面明确写了伪造饥荒舆论逼宫8个字，要看看。走，拦住他！现在你还有什么话？我就是个普通牧民，什么细作什么密信，我一概不知。你们北仓和大夏串通好了栽赃我。我就是个普通牧民，什么细作什么密信，我一概不知。你们北仓和大夏串通好了栽赃我。你本名阿丽，是西戎左贤王帐下死士，3年前以罪臣之女的身份冲入教坊司，练了半年武艺后，借献武之名送入北仓东宫。你胡说！你入宫第3月，便将北仓边关布防财徒送回西戎。去年秋猎，你偷偷记下可汗行营位置，害边境守将遇袭。一派胡言！一个武技哪有本事接触这些军机要务？分明是你们编造的！编造？我们在西戎驿馆搜出的密信上，可是清清楚楚写着阿丽的代号夜莺。呈上来。这是上月边境截获的西戎密信，里面有给阿丽的指令，让他盗取夏末边境布防图。你要不要看看上面的印记？这定是有人伪造的！伪造？印鉴也能伪造？你们西戎想抵赖也找个像样的理由！我说怎么布防图会丢？原来是你们安了内鬼！西戎也太过分了，一边喊着饥荒求通商，一边派细作偷防报。不是的，我不是细作。你若不是细作，为何要偷萧敬殿下的布防图？为何要伪造万民状，搅乱会盟？西戎派细作潜入北仓，搅乱会盟，栽赃大夏这笔账，你们打算怎么算？长公主殿下，此事是误会，臣回去一定禀明我王彻查此事。不必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先把人扣下，慢慢算。长公主殿下，此事是误会，臣回去一定禀明我王彻查此事。不必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先把人扣下，慢慢算。萧敬，竟敢擅闯会盟高台！长公主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被这个细作花言巧语蒙骗，求殿下看在往日情分上，饶我这一次。萧敬殿下既然知道错了，不如就网开一面吧。是啊，殿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他毕竟是北仓王族，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好。诸位首领别被他骗了，他要是真心悔改，早干嘛去了？姑娘说的是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死要面子不肯认错。今日当着各国使者的面，我真心悔过，只求殿下宽恕。之前是我糊涂，害了边境百姓，害了北仓部族。我萧敬在此立誓，往后定安分寸守己，绝不再犯。我觉得萧敬态度诚恳，公主就原谅他吧。真心悔过？真心的，苍天可见。是觉得演一场下跪的戏，就能借着各国舆论逼我让步，重开互食，再拿回你的兵权吧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说说，你昨夜和西戎密使商议舆论逼宫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真心悔过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说说，
你昨夜和西戎密使商议舆论逼宫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真心悔过？殿下血口喷人，我昨夜根本没见过什么西戎密使。当初金銮殿和亲，我与你定下3条铁律，违约3次，姻亲盟约一并作废。第1次，东宫庆功宴，你纵容细作阿丽霸占太子妃主位，僭越礼制，我掌掴阿丽杖责20，只当是给你一次警告。第2次，你以草场受灾为借口，私扣1000匹上等战马扩充私兵，以烈马充数交付大夏，我对等削减30%物资，关闭2处护士，也算给你留了余地。我那会儿在王庭就听说萧劲跪了3个时辰，原以为他能长记性，没想到。第3次，你派私兵伪装马匪，劫掠运送棉衣的官商，害数位军士惨死，又暗中与西戎签订密约，许诺割让大夏3座边城，换西戎出兵帮你夺取。我没有割让边城，那是西戎自己拟的条款，我从未签字认可。又暗中与西戎签订密约，许诺割让大夏3座边城，换西戎出兵帮你夺取。我没有割让边城，那是西戎自己拟的条款，我从未签字认可。公主，这是从他别院搜出来的边境分割图，上面还有他的亲笔批注。这张图上，云州3城清清楚楚划给了西戎，旁边的字迹，萧劲，你不会不认吧？劫掠官商是背信弃义，勾结外敌是通敌叛国，桩桩件件，哪一条是一时糊涂能搪塞出去的？我是被阿丽蒙蔽了。被蒙蔽，私扣战马是被蒙蔽，劫掠官商是被蒙蔽，签割城密约也是被蒙蔽。萧劲，你要演戏也该找个像样的理由。真心断盟之初，你就该负荆请罪，而不是等到走投无路才想着靠下跪博同情。你今天跪在这里，从来不是认错，只是想借舆论逼我低头罢了。都是你这个细作花言巧语骗我！你说什么？殿下，全是这个女人蛊惑我，私通西戎劫掠官商，全是她一手策划的，我是被蒙蔽的。都是你这个细作花言巧语骗我！你说什么？殿下，全是这个女人蛊惑我，私通西戎劫掠官商，全是她一手策划的，我是被蒙蔽的。小姐，你竟这般无耻！这就开始狗咬狗了，刚才一个演戏，现在就互相甩锅了。本来就是互相利用，现在翻船了，自然先保自己。难道不是？若不是你说西戎能出兵帮我夺回王庭，我会跟你们合作。你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接近我。好啊，事到如今，你想把国权甩给我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在这里装疯卖。既然大家都撕破脸了，那就别藏着掖着了。是萧劲主动派密使找的西戎，说只要西戎出兵帮他坐稳储君之位，他就把云州3城割给西戎当献礼。闭嘴！我偏要说，当初是你们让我潜入北仓动宫挑唆他，说等事成了就封我做公主，给我封地和私兵。看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一边派细作挑唆储君，一边惦记别国城池，太歹毒了！你给我闭嘴！什么？敢做不敢认？你当初在西戎密使面前求援兵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既然他们各执一词，那就让证据说话。既然他们各执一词，那就让证据说话。第1箱是萧劲与西戎往来的全部亲笔密信，共17封，谋都有他的私印与落款。这笔记和分割图上的一模一样，确实是萧劲的笔记。第2箱是萧劲私兵的腰牌与劫掠官商时遗失的兵器，上面都有东宫私铸的标志。这些腰牌都是东宫私造，不在本正规军编制里，就是专门用来做劫掠构陷之事。第3箱是西戎做名册，阿丽的代号夜莺赫然在列，还有他这些年传回西戎的全部情报抄件。从纵容细作宴乐，到私扣战马扩军，再到劫掠官商，勾结外敌割让城池，桩桩件件，证据确凿。萧劲，你为了一己私怨，竟不惜勾结外敌出卖国土，简直是北疆的耻辱！西戎也太卑劣了，派细作挑唆内乱，还妄图侵占大夏城池，以后谁还敢和你们通商？全完了！今日当着各国使者的面，大夏把所有证据公之于众，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犯我大夏者，必究其责；谋乱边境者，绝不姑息。